好，好，我们开始上课啊。我们从18年亚太的题开始讲起。哦，好像有故障。它的第一个题说呢，三角形 ABC 有一个垂心，然后呢，你取了 AB 和 AC 的中点 M 和 N， 然后 H 是在这个 BMNC 范围内的这个是国外题才会有这种东西，就是它告诉你这个点在哪儿，因为它一般都是不配图的。然后圆 BMH 和圆 CNH 相切，我们随便做两个圆。然后过 H 做平行于 BC， 也就是平行于 MN 的直线，然后在这边形成交点 K 和 L， 然后把 MK 和 NL 交到一起，形成交点 F， 然后做 MHN 的内心界 MNH 这个三角形就别画了，然后它让你证明 F 界等于 FA。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仔仔细细把图做出来之后呢，你实际上可以看出来 FA 不仅等于 F 界，它同时还等于 FM 和 FN。实际上 F 是 AMHN 的圆心。实际上你可以看出 FA 等于 FM 等于 FN 等于 F 界。F 为 AMNH 的圆心，这当然足以证明原题。然后这件事本身怎么证呢？这件事本身实际上你注意到它全都是倒角的问题。我们简单的画一些线，不管这个图长得多么复杂，我们知道 MHN 这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实际上是非常容易推导的，所以 M 界 N 这个角也是非常容易推导的。然后呢，所以你去判定 M 界 NA 四点共圆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然后你怎么样提到这是个圆心呢？这个圆心也很容易判定。首先 MFN 是一个非常容易求的角，你判定出这个角等于2倍的角 A， 同时角 FMN 和 FNM 相等就行了。这都是纯粹的力气活，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实际上你只要看出这个共圆，然后再稍微倒一下角，这个题基本上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来写一下。我们真正关心的这两个角 FMN 和 FNM， 这个是角1和角2。然后呢，它显然平行，所以等于角3和角4，也就是弧 MH 和弧 HN。这个你如果做的多了，你就知道这两个角当然是完全相等的。
然后呢，为了把这个事儿导清楚，我们再换一下。这是角5，这是角6。好，我们第一部分简单写一下。我们有，显然我们有 MN 是平行于 KL 是平行于 BC 的，所以我们关心的角1是等于角3，角3是等于角5，然后作为垂心的连线，角5是等于90度减角 A， 也就等于角6等于角4等于角2的，所以这样 FM 是等于 FN 的。同时我们有 FM 等于 FN， 且角 MFN 等于180度减2倍的角1，所以等于2倍的角 A。同时角 FMN 是等于这个2倍的圆周角角 MAN 的，所以 F 为圆 MAN 的外心圆心。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要导一下另一个角。我们有角 MJN， 它作为内心所形成的角，它等于180度减一半的180度减角 MHN。然后角 MHN 就比较简单了，角 MHN 实际上是由2个旋切角构成的，一个旋切角夹着左边的弧 MH， 一个旋切角夹着右边的弧 HN， 所以它等于180度减一半的180度减角3减角4，所以呢，它是和角 A 互补的，所以界是在圆 MN 上，所以界在圆 MAN 上，然后这个题就做完了。惯例，第一题肯定是水题。好，然后我们说一下问题2。他写的我只是尊重于原题描述，就是这里面题目如果不是描写太复杂，一般我会直译，我并不会去改它的描写方式。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要你证 hx 等于 x 分之一减 x 减1分之一加 x 减2分之一减 x 减3分之一，然后一直到加 x 减2018分之一，这玩意儿的绝对值。对于任意 x 在0到2018中，并且它不取整数，因为取整数的时候这个式子很可能就没意义了。hx 是大于2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题主要是有完全类似的问题可供参考啊。就是如果你把什么 x 等于2019之类的东西带进去，你就知道它实际上结构类似于什么呢？结构类似于什么1分之一减2分之一加3分之一减4分之一，然后一直减2017分之一加2018分之一，这种结构是类似的。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结构，粗略的估计大小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知道一般处理手段就是1/1减1/2，这是正的；1/3减1/4，这是正的；然后一直到2016分之1减2017分之1，这是正的，然后再加一个2018分之1，这是一种理解。然后作为另一种理解呢，它也可以理解为1/1减去2/1减3/4，4/1减5/1，然后一直到2017分之1减2018分之1，大概就是用这两种不同的分组方式，然后你可以估计一下它的大小。前者说明它肯定比2018分之1大，后者说明它肯定比1/1要小。然后你如果要估得更精确，你把前几项写出来，基本上这个式子的大概值就出来了。因为前几项你这个2/1、12/1这几项加起来也不算太小了，很快就可以把式子卡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面去。然后这个题就用这个手段来处理就行了，实际上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去 x 减 x 减1/1，然后加 x 减2/1减 x 减3/1，然后一直加到 x 减2018分之1。然后我们把它两结合，注意到这个时候这儿是负的，然后把这个式子也改一下，它就等于把它整体取负号，那么就是 x 减1乘 x/1， x 减2乘 x 减3/1，然后一直加到 x 减2016 x 减2017分之1，然后再加上2018减 x/1，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式子。好 x 减4 x 减5，从这个地方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啊，就是如果 x 落在1、2、3、4这些数之间，和 x 落在2、3、4、5这些数之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这里 x 如果落到1、2之间这样的位置，1、2或者是3、4之间的时候，上述的一切项都是正的。然后如果 x 落在什么2、3或者是4、5之间，那么对应的这一项是负的，其他的项全是正的。那么显然我们只需要就这两种情况把这个式子给它说明清楚就行了。我们首先说下面这种情况，就是有一项是负的，其他都是正的。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题讲明白，我也不写什么4k 加1 4k 加2的，我们直接拿4和5举例子。当 x 在4和5之间的时候，那么 hx 就把它分离出来，它有一项叫 x 减4 x 减5/1，然后是 x 减1乘 x/1 x 减2 x 减3/1，这是一部分，这是它前面的项。然后它后面的项是 x 减6 x 减7/1，然后一直加到2018减 x/1，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分3部分来说明这个东西。首先它在4和5之间的时候 x 减4乘 x 减5，我们知道它的绝对值最大也只能取到1/4，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小于-4的，对吧？然后呢，这一坨东西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x 取到4的时候，它能取到最大值。那么这个时候它是1乘2/1和3乘4/1，所以它不超过1乘2/1加3乘4/1。
然后我们知道，就算这样无限的加下去，我们用列项也可以轻易的说明它是小于1的，对吧？然后后面这一堆呢，后面这一堆最大的情况下在 x 取5的时候取得，这样每一个括号里面的这些正数都是在取到最小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它是1乘1/2，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项，这一项是 x 减2016乘 x 减2017分之1。那么这一项是不超过1乘2/1加3乘4/1，然后一直到2011乘2012/1，然后加上2013/1。这个你同样的列项，前面这些家伙合到一起不会超过1减去2012/1，然后你再加一个2013/1，还是小于1的。解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跟它属于4到5还是6到7之间，这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6到7之间这个做法仍然是成立的，对吧？前面这些项合到一起是不超过1的。所以总的来说，第一项是小于-4，后面这两坨加到一起不超过2，所以我们有 hx 的绝对值，它的绝对值当然是大于2的。这是4到5的时候的证明。然后如果是3到4呢？如果 x 落到3到4之间呢，刚才那个式子我们也可以把它拆出来。那么 hx 就是一大堆项 x 乘 x 减1/1， x 减1乘 x 减2， x 减2乘 x 减3/1，加 x 减3乘x 减4乘 x 减5/1，然后 x 减6乘 x 减7/1，然后一直到2018减 x/1。这个也不算很难处理了。这样的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项都是正的，然后这两项特别大，因为 x 在3和4之间嘛，所以这两项的分母会比较小，后面那些家伙分母会特别大，就处于比较大的状态。然后这一部分呢肯定是正的，这一部分呢也肯定是正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两项拎出来分析就可以了。这两项拎出来分析呢，为了比较简单的分析，我们把 x 给它设出来，因为它实际上只利用到了 x 和3和4之间的距离。我们设 x 等于3加 t， 然后呢，为了这边结构完全对称，且 x 等于4减 s 加 t 等于1，这是为了保持对称性。于是 hx 呢就大于中间这两项。这个东西呢就是 t 乘1加 t/1， 加上 s 乘1加 s/1。这儿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把这个 s 用1减 t 代替？因为这样的话，你对称性破坏了，消掉就不太容易消掉了。这样有对称性实际上是非常容易消掉的。这里保持对称。保持对称性这个习惯说好也好，说好不好也不好。就是今年冬令营那个第6题，我跟就是出题的人是王斌，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没做出来。我就是觉得那个对称性不能随便破坏，所以我没有把它先，就是我没有抵消掉2个，把它变成3个边缘。我觉得原来虽然有5个边缘，但是它是高度对称的，式子会好一些，然后就死活没做出来。
他跟我说的原话就是5个变源消掉2个，那还是应该要破坏对称性。消掉1个的话，你可以保留那个对称性。那么这个东西呢，你直接把它乘起来，它是 ts 乘上 t 加1 s 加1，所以就是 ts 加2。然后上面这个家伙呢，就是这2个东西的乘积，所以就是1加上 s 方加 t 方。然后我们有 s 加 t 等于1，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完全变成关于 ts 的变源，也就是2减去 2ts 除以 ts 乘上 ts 加2。好，这不叫题了，因为我们显然知道 ts 小于等于1/4，然后它大于2是显然的，对吧？这样就把这个式子卡出来了，就只需要取中间2项就行了。好，这是这个第2题。好，问题3这个题只能稍微提一提，因为这种题实际上中国是不可能考的嘛，它是一个组合几何的，还是个构造性的问题。然后呢，他说一个正方形相当于你只能通过公共顶点与其他正方形相连，然后每一个正方形如果你把相连看成是连线，看成图论问题的话，每个正方形的度数都是3。然后呢，它让你求合理的 n 个相连的正方形，然后求这里面的 n 的可能的一些取值。然后这个你有点常识，你就知道 n 必须是个偶数嘛，对不对？我们简单的从图论来看，有2整除 n， 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其次呢，你可以稍微猜一下哦，2000多以上的一个偶数 n， 那感觉上应该是都可以取了，也没有，因为你从图论上讲，你肯定是画得出这样的一个图的。然后他给你2000多个东西，你怎么调整都能够调整出这样一个玩意儿来。然后你要执行这个构造呢，你只要找一些基本图形就可以了。我们说2整除 n 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给出基本图形，基本图形也比较简单。首先呢，你要每个正方形的度数都是3，这样形成一个图案呢，肯定是不太好的，这样你这个图案无法与其他东西拼接了。那度数2呢？度数2很容易啊，你找3个三角形，3个正方形，然后用等边三角形作为基底，这样相连，这就是基本图形 A， 对吧？然后每个正方形都是2度，然后你再找一个基本图形 B， 中间这个不是个正方形啊，中间那个是空格，周围这4个是正方形。它也是每个家伙都是2度。这就
基本上够最基本的特征了。你用这两个图形拼的话，一个是3个正方形，一个是4个正方形，显然多少个正方形都可以解决。然后你用它拼接成一个合理的图形就行了。然后这里面的每个正方形2度，所以你要跟它用这些端口与其他的这种基本图形相接。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基本图形 C， 就用2个 A 拼到一起就可以了。我画的太糟糕了，但是显然这是可以拼到一起的，因为基本图形 A 这个长度是固定的嘛，我用另一个基本图形 A 反向的跟它拼到一起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只剩2个端口了，就是这个正方形和这个正方形各差1度，然后其他的正方形已经都度数合理了，中间那4个是度数合理的。那么这个基本图形 C 就很有用，我们把它的2个点描出来，这个点是 M， 这个点是 N。基本图形 C 我们可以不用看它这个扭曲的形状，反正它是封装在这么一个瓶子里的。就是基本图形 C 你可以不管它那个扭曲的形状，反正就是它是封装到这么一个罐子里的，有一个头 M， 有一个尾 N 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这里面长什么样已经不用关心了，这是6个正方形。那么很明显，你用基本图形 C 首尾相连就可以形成一个合题的，然后含6的倍数个正方形的图案。然后呢，由于你这里面的 n 是超过2000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多边形大概有400多条边，然后它的那个角度是几乎接近于180度，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它是不会出现正方形与正方形重叠的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不是6的倍数呢，你就凑一下基本图形 B 就可以了。简单的画一下呢，大概就是这样操作。如果是6的倍数呢，你就用 C 这种东西首尾相接，然后拼一个多边形，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如果6不整除 n 呢，你就拿出刚才这个螺栓出来，基本图形 B， 用 B 这个螺栓，然后从这个端点和这个端点开始，然后接基本图形 C， 然后这样绕一圈，然后这边同样的办法绕一圈，这就可以拼出 6k 加4型的。然后如果是 6k 加2型呢，上2个螺栓就行了，对吧？然后加2型是同理的。然后你要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你计算一下这个2000是否是足够让这种基本图形 C 在不重叠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多边形，基本上是够的，它给的数太大了。就你拼一个200边形，大概偏差就是1度多，就是说你的内角可以形成到178度。然后刚才那个图形你简单算一下，就是2度的余量，它是显然留给你了。其实亚太的几道题，除了最后一道题，其实都挺简单的。
最后一道题跟前面都不是一个画风。好，都写下去了，我们来说问题4啊。问题4呢说这儿有个三角形 ABC， 然后你从 A 点发射一道激光啊，激光我们用蓝色好了。然后发射激光之后，这个激光就开始在这个三角形疯狂反射，然后它在顶点处会吸收，就是说不经过顶点，然后反射了 n 次之后，恰好回到回到这个顶点 A。好，这是小学做过的反射问题。当一道光线跑到 BC 之后，它开始反射，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没有反射，它只是在镜子背后有一个空间叫做 ABC 一撇 A 撇 BC， 然后呢，这道激光是继续沿着这个直线前进的，这个没问题，对吧？然后到镜子里的空间 A 撇 C 之后呢，你仍然可以认为这道激光没有反射，在这个镜子空间的镜子空间里面还有一个三角形 ABC。我们还是写成 B1 吧，不然待会儿就炸了。然后呢，激光继续沿直线前进，然后到这个天然边界 A1B1 之后呢，仍然没有反射，实际上是这个镜子背后还有一个三角形 ABC。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在这种三角形坐标系里面，然后发射一道激光，然后最终到达一个编号为 A 的点，然后途中正好穿过了 n 面墙壁，然后求所有这样的 n。就是求你在这种坐标下 A 与 A 之间连一条线，然后不穿过一切其他的顶点，然后恰经过 n 条边界，然后要求所有可能的这样的 n。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三角坐标呢，可能大家画起来不是很熟练。那么你注意到把这个图形这所有的这些边界旋转30度，实际上是不影响这个问题的，它实际上遵循完全一样的坐标法则，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竖着画。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改成直坐标，没有必要用这种斜坐标。那么实际上你把它画出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你把这个60度改成直角，这条线就是 ACB ACB 这样一直走下去。然后呢，这条线这个 B 改过来，然后它就是 ABC ABC 这样走下去。然后它这样可以画出若干条线来。
然后这些交点处呢，就是这儿是 A B C A B C 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点是 C A B， 然后这个点呢是 B C A， 这样一直往上。然后 A 点分布在哪些位置呢？实际上是很容易数出来的。你把这儿定义为横坐标，这儿定义为纵坐标， A 点实际上分布在横纵坐标之差为3的倍数的这些位置，对吧？这是很容易检查出来的，因为它是以3为规律变化量的，然后横向上每走3格就是一个 A， 对吧？然后 BC 实际上也是用一样的手法来鉴定的。然后三角形的另一条边我们没画漏了，所以实际上应该是画一条虚线，我们用蓝笔来画。这也是要穿过的边界。然后图中一切，这儿标记为 x， 这儿标记为 y，x 减 y 被3除以0的点 xy 即为全体 A 点。然后呢，你这个是个原点00，所以实际上合题的这样的一个终点 A 实际上就是满足 x 减 y 被3除以0，并且00和 xy 之间的连线上没有其他任何顶点，所以 xy 是互质的。合题的 A 点终点 A 即满足 x 和 y 模3同余，且 x 和 y 互质的点 A xy。然后呢，你00和 xy 之间连一条线穿过了多少条这样的边界，这根本就不叫题，对吧？横向上讲是穿过了 x 减1条边界，然后纵向上讲穿过了 y 减1条边界，然后斜方向上讲是穿过了 x 加 y 减1条边界，这就不叫问题了，对吧？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把剩下的部分处理掉。我想怎么？哎呀，问题4，好，写下去，我们讲问题5，真正的难题来了。问题5，我们先讲主干啊，再补细节。他说呢，你求你这种 Px 属于 Zx， 然后呢，对于任意 Ps、Pt 都是整数 ，Pst 也是整数。来，我们先分析一通。原则上讲呢，就是跟它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就是说，如果 Ps 和 Pt 都等于0，那么我们有 Pst 等于0，就是如果这里面不是属于整数，而是说它等于0，就是那么它的根就满足乘法原则。那么我们经常的手段就是我们去讨论 Px 的根集，做法就是去讨论
，PA 等于0，那我们立刻推出来 PA 方等于0，PA 4次方等于PA 3次方等于0之类的，就去讨论它的根集。然后很快你就知道，它要么就是个很无聊的长函数，然后它的根是一切数，要么它的根就全都是模为1和模为0的一些家伙。然后模为1的家伙你也不难分析出它们全都是单位根，不然的话它们会有无穷多种辅角，然后就出问题了。这是以前出过的一道题，就是如果是它的根满足乘积性，现在不是它的根满足乘积性，是它取整数值的这些地方，然后它满足乘法原则。那么呢，我们分析的手段是类似的，我们也一样可以去用。你如果 PA 是等于0的，我就可以推出 PA 方等于0，PAD 方等于0。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希望 A 和 A 方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容易，因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大很大的 A 来使得 PA 是个整数。你作为一个实系数多项式函数肯定是可以，整系数多项式函数实系数多项式函数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呢，我们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它等于0，这样比较大的这个 A 它的 A 方 A 立方这些家伙它地方全都等于0，所以最终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找一个 PA 等于大 A 是属于整数的，这里 A 充分大，于是呢 PA 方就是等于 B 也得是属于整数的，根据它的原则。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PX 减 A 与 PX 方减 B， 因为原来的话那么就是 PX 是有根 A 和 A 方的，现在呢我们写的东西不太一样， PX 减 A 和 PX 方减 B 这两个多项式是有公共根 A 的。好，两个整系数多项式我们现在强行给它造了一个公共根，然后下面要干的事儿呢，我们让 PX 减 A 不可约啊，我们让 PX 减 A 这个整系数多项式是一个不可约多项式，它一旦是一个不可约多项式之后呢 ，PX 减 A 就整除 PX 方减 B。对吧？然后这个条件，这个结论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因为 PX 方只是比 PX 减 A 多了1倍，就是次数只多1倍。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类似的式子，也整出它，基本上 PX 方减 B，PX 的结构基本上就被确定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简单的做一些工作。这次我们先把常数给它干掉，先把这种无聊的情况给它干掉。PX 等于常数，显然合体啊，然后 C 属于 Z， 显然合体。好，然后呢，如果 PS 不是一个长函数，那么 PX 等于 AN 倍的 x 的 n 次方，然后一直加到 A1 倍的 x。好，注意，我可以不加这个 A0，因为 A0 一定是常数。因为我把0带进去，知道 A0 一定是个整数。然后呢，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函数，我们把它的整数项扔掉是不要紧的，不影响原题。注意，若 PX 合体，则 PX 加 K 属于 Z 也合体，所以故可设 A0 等于0。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个东西是没有没有尾巴的，没有尾巴，像后面写起来要比容易一些。然后呢，我们现在我们要让它在一个充分大的 A 处取成一个整数，然后 PX 减 A 不可约。这个是原来美国考过的一道题啊，这个我们简单的写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取 A 充分大为质数，同时我们可以不妨设 AN 是大于0的。因为如果 AN 小于0，我们可以把整个 PX 给它导过来，没区别吧，对吧？
然后设 PA 等于 A， 则 A 大于1。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取的 A 充分大，然后你作为一个首项为正数的多项式，你肯定要到充分大的地方才能够取到我这个大 A 这个值，所以我可以认为你这个取值的这个 A 是小 a 是大于1的，并且 Px 减 A 的一切根模都大于1，那就是这里面指的就是辅根了。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 A1 加到 AN 是个有限的值，我只要大 A 比 A1 加到 AN 还要大得多，那么你的 X 如果取的模都不到1，这一堆家伙它们的模加到一起都没有大 A 大，所以不可能等于大 A， 所以我是完全可以让 Px 减大 A 的一切根的模都大于1的。这样的话呢 Px 减 A 就是一个不可约多项式。若 Px 减 A 在 Zx 上是可约多项式的。注意到 A 是个质数，所以你分解的时候，这个常数项一定是分解成一个常数项为1和一个常数项为大 A 的这样一个多项式，则 Px 减 A 是等于 Bm 的 xm 次方，然后一直加到大 A， 然后再乘上 Ct 的 xt 次方，然后一直加到1，然后加到负1。好，问题就来了，后面这个整系数多项式，它作为一个首项是整数，尾项是负1的家伙，它的辅根不可能模都大于1，这是不可能的。它的根不可能模均大于1，这是做不到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难想的，我也是因为我是背题狂魔，这是美国考过的一道题，就是你怎么样去让一个整系数多项式稍微调整它一下，让它不可约。这个结论基本上就是生背下来就可以了，只要让它的常数项是一个大质数，它基本上就很难可约了，非常困难。好，这样我们造出了我们的不可约多项式，并且小 a 也是大于1的，所以这样造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处理。于是 PA 方它也是个整数，我们设 PA 方等于 B， 则 Px 减 A 与 PA 方减 B，Px 方减 B 有共同根，公共根 A。然后我们再造一个类似的式子 ，P 负 x 减 A 与 Px 方减 B 有公共根负 A。这个也没问题。然后很显然 P 负 x 减 A 当然也是不可约的。
对吧？那么这两个多项式都是不可约的，好，所以我们有 px 减 a 乘以 p 负 x 减 a 是整除 px 方减 b 的。好，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待补充。有一个什么问题需要补充呢？就是你这两个多项式固然都不可约，而且是同次的，那有没有可能这两个多项式就是一样的呢？只要它们不一样，它们就互质嘛，所以它们肯定乘到一起还整出 px 方减 b， 但有可能它们两个就是一样的。一样的情况就是 px 是个偶函数的情况，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处理，现在先放着，待会儿再补充这一部分的证明，因为这个不主干。假设我们已经搞到了这个东西，这个就非常厉害了。这两个不可约多项式合到一起是整除它的，所以从原则上我们立刻判断出来，那么 px 是一个首一的多项式 ，an 就应该等于1，然后这儿应该直接取等号，或者是取负1。于是 an 等于1，我们有 px 减 a 乘以 p 负 x 减 a 是等于 px 方减 b 的，然后再乘上一个待定的系数 k 等于正1或者是负1。恒定为正1或负1，取决于 n 的奇偶性。要不直接写负1的 n 次方吧，免得搞得很晕。这就是我们的核心式了。光用这一个式子当然是不容易推出来 px 的，但是你注意到我们前面取那个充分大质数大 A 的时候，它这个质数 A 只需要充分大就足够了，所以我们还可以取其他的一些这样的充分大的质数 A。注意，取其他的充分大质数 A1、A2 仍然可以执行上面的推导，故 px 减 A1 乘上 p 负 x 减 A1， 它等于 px 方减 b1 乘以负1的 n 次方。好了，这样一比较就非常简单了。A 和 A1 是不等的，所以它们差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若干倍的 px 加 p 负 x 合到一起必然是个常数，然后这边呢必然是对齐的。我们把它展开比较一下。展开比较一下就知道 px 加 p 负 x 是必须等于0的。就是本来算出来应该是个常数，但是实际上加到一起你就知道它必须等于0，因为你把常数项给抹掉了，所以它加到一起必然等于0，加到一起等于0，所以你知道 px 是个奇函数。然后呢 px 乘 p 负 x 呢，它就等于负1的 n 次方倍的 px 方。由于它是个奇函数，所以你已经知道 n 是个奇数了。所以呢 px 乘 p 负 x 是等于负的 px 方。好，这就变得非常简单了。px 是个奇函数，并且有下面这个强力的式子，你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就知道 px 是一个最多只能有一项的一个多项式。简单的比较系数，之 px 肯定等于具体的某一个 x 的 k 次方 ，k 为奇数。这就把这个东西给算清楚了。
前面没有地方用到 k， 这是主干。然后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带补充的这个地方怎么办？怎么样去说明 px？ 我们可以认为 px 不是个偶函数。这应该叫做3，补充部分。若 px 为偶函数，那么我们最直观的办法呢，我们可以用 x 方代替原来的 x， 然后来把它写成一个新的东西。那么我们记 p 撇 x 等于 p 根号 x， 就是我们把 x 方替换成 x，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新函数，然后我们用 p 撇来执行原式。然后你注意到 p 撇 x 的性质和原来那个性质是有所变化的，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原来是说对于任意实数 s 和 t，ps、pt 为整数，则 pst 也是整数。现在你把 x 方替换成 x 之后，那么你能分析的实际上就只有正数部分了，因为你带回去的就变成了根号负若，如果你带一个负数进去，就变成根号负若干，所以你实际上只能分析正数部分，就是它仍然保持的性质。所以 p 撇 x 的性质是这样的，性质为对于任意 st 大于0 ，ps、pt 属于 z， 则 pst 属于 z。它跟原来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负的地方有没有乘法性不知道，但是正的地方肯定有。然后你注意到我们刚才在1、2中所利用到的 px 的这种它的 st 满足乘法性，实际上我们只用到了正数部分，因为我们取的那个 a 是大于1的，我们只用到了 a 和 a 方，对吧？然后我们那个负 a 满足那个式子是由我们正的部分生推出来的，所以都没有问题。注意到之前的1、2只用到了此性质，所以呢这种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用 p 撇 x 代替它，虽然改变了原题性质，但是对我们的证明是足够的。然后我们反复执行这个操作，最终一定可以把 px 变成一个非偶函数。于是我们可以反复执行操作。所以它如果是个6次式，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3次式，最终把它理解成一个是非偶函数。所以呢在刚才这个地方的这个整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作为一个非偶函数 ，px 减 a 和 p 负 x 减 a 是两个不同的不可相整除的不可约多项式，然后它们都整除后者，则它们乘到一起整除后者。这样综上所述，那么我们把这个我们求出来只有 x 的奇数次方是合理的，然后但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变偶数把偶函数改造的过程，前面又有一个假设那个初始项是正的这个过程，所以最后合到一起，一切的全体解为 px 等于 c 属于 n 正c 属于 z， 或 px 等于正负 x 的 k 次方加 c， 这里 k 属于 z，k 属于 n 正 ，c 属于 z， 对了，只有这两种情况。
好，我们休息20分钟，再继续讲剩下的问题。
我们继续上课啊，讲一下18年欧洲女奥的题目。欧洲女奥的第一题，我们就简单说几句吧。它给了你一个等腰三角形 CAB，然后呢，你做这个 AB 的中点，也就是 CM 垂直于它，然后呢，你随便在圆上取一个点 P， 然后连出 CP， 然后 Q 是3等分点，然后做 PN 垂直于 AB， 然后 QM 连过来跟它形成交点 N。那我们显然有 PN 是恒定等于2倍的 CM 的，所以实际上这个 N 点就是 P 点沿着垂直于 AB 的方向往上走2倍的 CM 这样的一个点，然后它让你求 N 点的轨迹。解了。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你像这些大型比赛都是由各参赛国投票出决定题目，各参赛国是一定会投一道保证他们不得0分的题目的。IMO 其实也差不多。IMO 的话，你像 IMO 往往几何非常简单，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弱国，他们基本只有希望做出几何题，所以他们会倾向于投一道几何1或者是几何4。然后弱国数量是压倒性的嘛，对吧？所以就是跟着这个风气，所以国内针对 IMO 的训练的话，它一直几何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就是这个原因。好，然后我们说问题2。问题2呢，他说你这个 A 等于1加 K 分之1，然后 K 等于1、2、3、4，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由1分之2、2分之3这些家伙构成了一个几何。然后呢，他说任意 x 都可以写成 A 中若干个无重复的可重复的元素的乘积，这个我们就不要证了，好吧？然后我们直接说 B 是说呢，如果 x 需要 fx 步，把它拆成 fx 步，然后它让你证明有无穷多对 xy， 然后使得 fxy 是小于fx 加 fy。我们来简单说这个东西怎么证。首先我们注意到有显然的事实，我们有 fxy 是肯定小于等于 fx 加 fy， 因为你用5步得到 x， 6步得到 y， 那么11步是肯定可以得到 xy 的，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嘛。所以呢，我们只用找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只用找一个什么 fabcd 是小于 fa 加 fb 加 fc 加 fd 的。就我们只用找，比如说你用这5个东西融合而成，而你需要的步数比他们几个加到一起要少，那么这说明呢，肯定有一步是不需要，比如说 AB， 比如说是用不着 FA 加 FB 这么多步来得到的，或者 ABC 用不着 FA 加 FB 加 FC 这么多步来得到，反正肯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就是所以你实际上只需要找一个特别大的数，它能够用比较少的步数描述出来就可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注意到这个 fx 对于比较大的数是不太好求的，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也好办，我们注意到 A 中最大的是2，所以呢，你每经过一步最多把一个数翻2倍，所以呢，你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有对于任意 x 在2的 k 次方到2的 k 加1次方之间，那么 fx 至少是 k 加1，
这不废话吗？因为你选一个数最多乘以2嘛，你要选至少 k 加1个数才能达到2的 k 加1次方，这是一个比较显然的事实。然后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整体积 f， 也就是我们的 f(a,b,c,d) 尽可能的小，所以我们就希望它是一个2的若干次幂之类的数，然后我们主要用2来构成它。然后后面这些家伙呢，我们要让它尽可能的大。怎么样让它尽可能大呢？我们挑一些不好的数，比如说5比4大那么一点点，但5至少就需要3步来构成它，对不对？或者什么9啊，9在2的3次方到2的4次方之间，它比8大一点点，它需要至少4步才能得到，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实现它就可以了。我们注意到有9是介乎于8到16之间的，所以我们有 f9 是大于等于4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要取一个跟2的若干次方接近的数，它是9的若干次方的倍数，这个也比较容易。我们有9整除2的3次方加1，于是9的100次方就根据生幂定理，它就整除2的3乘以9的100次方加1。呀，其实我写多了，那不要紧，我们把这个数记下来。这个数我们记为 a。好，那我们就好办了。我们有 a 呢，它是2的若干次幂，所以 a 一定可以写成是2乘2乘2乘2，一共是3的3倍的9的100次方个2，再乘以一个2的3的9的100，3倍的9的100次方，这么多次方，分之2的3的9的100次方加1，这么多次方。这个分数是大 A 这个集合里面的。糟糕，我们字母用的有点重，加个撇吧。好，那么这样你立刻看出来 f(a) 撇等于多少呢？ f(a) 撇等于3乘以9的100次方加上1，就是你得到它的过程主要用的是2，然后这一步你用了一个 a 里面的分数，然后它显然也至少需要这么多步，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对不对？你几乎用的都是2，这个方案当然是最小的，但 f9 加 f9， 然后一直是100个 f9 的和，再加上 f9 的100次方分之 a 撇，它必然是大于 f(a) 撇的。这里都不需要动笔算，就是左右两边的乘积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右边这个家伙基本上你每一步选的都是2，左边你用4个2构成一个9，你浪费了差不多1倍啊。你稍微估算一下就明白，左边是要比右边大得多的。所以呢，这样就必然形成了一个原题所需求的不等式。然后你反复这个过程就可以了。你这次用的是9嘛，下次呢？下次你用17嘛，17比16大那么一点点，但是它需要5步才能得到，这又是一个不效率的数。然后我们又弄出一个17整除2的4次方加1，所以它又可以整除2的17的很多次方，又可以整除2的很多很多次方加1，后者又可以用比较少的步数得到。反正就这样无穷无尽的去找矛盾就可以了。写起来是不好写的，主干就是这么多。
这是问题2。大概前两道题都属于比较送的题，后面开始出比较正常的题目。这个题是不是翻译的有点过分？问题3呢，他说 C1 到 Cn 排成一列，然后呢，每次你随便找一个青蛙 ，Ci 前面如果有大于等于 i 只青蛙，你就允许它往前跳i格，往前跳，然后跳完了，然后反反复复执行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青蛙都不能跳为止。然后第一个让你证明它是不能无限跳下去的，第二个问你最多能跳多少步。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合格为一个问题嘛，对不对？就是你最多可以跳多少步。好，然后呢，我们给出2种手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办法呢，我们从比较难跳的青蛙开始分析。你可以看到青蛙 Cn 是不能动的，因为 Cn 前面没有任何机会有 n 只青蛙，对不对？它前面没有任何办法有 n 只青蛙。然后你再检查 Cn 减1。Cn 减1要想往前跳的话，它前面得有 n 减1只青蛙。所以 Cn 减1要想往前跳 ，Cn 必须在它前面。然后它一旦跳出去之后，它到了 Cn 的前面，由于 Cn 是不能动的，所以 Cn 就永远到它后面去了。所以它跳完这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再跳了。所以 Cn 减1至多只能跳一次。然后你再分析 Cn 减2。Cn 减2要想往前跳呢，它前面得有 n 减2只青蛙，它前面要有 n 减2只青蛙，现在你已经明白，那么必然有青蛙 Cn 减1或者是 Cn。你要想跳，前面必有 Cn 或 Cn 减1。然后你如果跳过了 Cn， 好，你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 Cn 是不能动的一只青蛙，你跳到它前面去之后，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到它后面去了，所以这样你能跳一次。然后你越过了 Cn 减1之后呢， Cn 减1是有机会往前跳一次的，所以 Cn 减1会往前，理论上可以往前再跳一次，然后你再跳过 Cn 减1，所以呢，你踩着 Cn 减1的头往前跳呢，你最多可以跳2次。可以看出 Cn 减2踩着 Cn 的头跳至多1次， Cn 减2踩着 Cn 减1的头跳过去至多2次，因为 Cn 减2可以往前跳一步，所以 Cn 减2跳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它至多可以跳3次，3次。到 Cn 减3这个规律就非常清楚了。Cn 减3要想往前跳，前面必须有 Cn、Cn 减1、Cn 减2这3只青蛙之一。它想越过 Cn 至多1次，越过 Cn 减1至多2次，越过 Cn 减2至多4次。所以这个家伙至多只能跳7次。规律就是把前面的家伙全部加1，然后再加到一起，对吧？
所以这样一般的 c(n 减 i) 至多可以跳2的 i 减1次方减1次。然后你可以简单的归纳证明这一点，这个是不困难的，就是后一只青蛙总往下编号的青蛙总是可以跳前面那些青蛙的跳的次数各加1再加到一起，可以算这个总和。所以全体至多可跳小于等于2的0次方减1 2的1次方减1 2的2次方减1，然后一直到 C1 这只青蛙可以跳2的 n 减2次方减1。这是写错了，这是2的 i 次方减，这是2的 n 减1次方减1，然后也就等于2的 n 次方减去 n 再减去1次。好，然后构造是显然的，构造你拿比较小的 n 稍微试一下就知道基本上怎么能构造，就是你最开始要让青蛙倒序排列，然后最后把它排成正，然后最后一顿跳之后跳成正序。所以我们归纳证明排列 cn 减1一直到 c1 经可以经，对，因为我们不能完全说明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经过2的 n 次方减 n 减1次跳跃，变成排列 c1 c2 一直到 cn， 然后 n 等于2的时候，这个显然是对的。设 n 等于 k 的时候成立。它归纳电机没有说1不行啊，那1也得说。n 等于 k 时成立 ，n 等于 k 加1时，那你就这么跳吧。你最初的排列是 ck 加1 ck 减1一直到 c1。首先你装作 ck 加1不存在，后面这 k 只青蛙一顿跳。然后由于你 ci 要往前跳，前面至少有 i 只青蛙，所以任何一只青蛙都不会跳到 ck 加1之前，它跟没有 ck 加1的时候的跳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跟这个青蛙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它经过你归纳假设的，也就是2的 k 次方减 k 减1次跳跃，可以变成序列 ck 加1 c1 c2 c3 一直到 ck。好，然后现在呢，按顺序跳 ，C1 前面有一只青蛙，所以 C1 跳到前面去。C1 跳完了之后 ，C2 前面有2只青蛙，所以 C2 跳到前面去。然后 C3 前面有3只青蛙，跳到前面去，这是 K 步，对吧？按顺序一个一个往前跳。这样往前跳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排列 C1 在第一个跳过去 ，C2 在它前面 ，C3 在它前面 ，C4 在它前面，所以就变成了排列 CK 减1，然后一直到 C1， 最后面是 CK 加1。然后这又是完全一样的过程，对 CK 到 C1， 我们经过2的 k 次方减 k 减1次跳跃，可以把它变成 C1 C2 到 CK。
所以是共计2倍的2的 k 次方减 k 减1再加 k 等于2的 k 加1次方减去 k 加1减去1这么多次。这个做法就是完全从最容易观察的青蛙开始，因为你 Cn 是肯定不能跳的嘛。Cn 不能跳之后 ，Cn 减1能跳的次数就很有限了，然后倒着一个一个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个结论。好，这是法1，然后我们来讲法2。对一个排列 A1 到 AN。哦，对，我们规定 C1 等于1 ，C2 等于2，然后一直到青蛙 Cn 等于 n， 就给它赋值这是一个基本的约定。然后呢，这样一次跳跃呢，实际上就是组合中的，就是我们原来以前的课程讲过的，就是交换一个排列中两个东西的位置的一个问题。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交换到前面那个空位里面去了。然后呢，它会使这个有序对的数量发生一定的变化。然后你实际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你光用有序对是不行的。然后呢，这种操作跳使有序对发生变化。就是你对于青蛙 AI 它往前跳 i 格，然后呢这儿会有 i 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青蛙。你由前面的分析实际上你知道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只比较大的青蛙，比如说叫什么 AI 加1或者是 AI 加2的家伙，你跳到它前面去，本质上是把这个原来的那个序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前小后大了，就是比较小的青蛙在前面，比较大的青蛙在后面。但是实际上这个情况可能非常复杂，因为你这只青蛙，比如说 AI 它AI 它不是跳 i 格，这是个 A 界，但 A 界等于 i。这样一只青蛙你往前跳，你可能使得 i 跑到了 i 加5之前，但是你同时又使得一个比较大的数 i 跑到了什么 i 减1 i 减2 i 减3 i 减4这些比较小的数之前，所以你并不见得是把这个有序对变成了前小后大。一般来说，跳跃使排列向 A1 小于 A2 小于一直小于到 AN 方向转变。但是呢，实际操作中你这样的一个 i 跑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数的前面之后呢，可能使一堆更小的数跑到了你这个比较大的数的后面。所以这儿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计算有序对的时候应该给一个加权。我们做一个加权就完了。所以呢，我们给它赋一个什么样的权呢？你实际上是可以分析出来的。这儿 i 只青蛙，实际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这儿是个 i， 这里面有一个 i 加1，剩下的那些家伙就是1到 i 减1。所以这么赋这个加权，我们对排列 A1 A2 A3 到 AN 即 S
等于西格玛 i 小于 j 伊布西隆 i j。伊布西隆 i j 要是等于1或者0，就是我们正常的计算有序对。当然我们不让它等于1或0。如果前小后大，我们就把这一项赋为2的 ai 次方，然后其他情况我们赋为0。也就是我们只计算那种前小后大的有序对的数量，然后对于每一个数量我们给它赋一个权，这个权就是其中比较小的那一项的2的若干次方这么多倍。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跳跃过程。我们对于一只具体的青蛙 A 界，比如说它跳了 i 格，好，然后前面有 i 只青蛙。那么这 i 只青蛙，因为你 A 界只是等于 i， 前面有 i 只青蛙，所以一定有一只青蛙的编号是大于 i 的。原来它是一个前大后小的对，现在你这么一跳跃过去之后，它就变成了前小后大的对。对了，对与 A 界无关的那些家伙，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S 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必然有一对前大后小变成了前小后大。此 i 之中必有一只大于 i， 所以呢，必然有至少一组前大后小变成前小后大。所以呢，你这样赋的值，我跳过去之后，我至少要增加一个2的 i 次方，就是你在算那个 S 值的时候，就至少会增加一项2的 i 次方。第二部分，那有没有本来前小后大变成前大后小的呢？有，至多有 i 减1组原来是前小后大的，变成了前大后小。那么也就是这 i 只蛙里面有 i 减1只蛙是比 i 小的，所以它们的编号就是1到 i 减1。然后原来它们在 S 中会计算为2的1次方、2的平方，一直到2的 i 减1次方，现在它们都没了，所以减少2的1次方、2的平方、2的3次方，一直到2的 i 减1次方。所以合到一起，每次操作 S 至少增加2，合并，故每次跳 S 至少加2。好了，这就完事儿了。你可以看到它肯定是符合题意的，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最后给出的构造，每一次 S 确实稳定的就是增加2。S 最大值显然在排列1、2、3到 n 处取得。这个道理是显然的，因为它所有的排序都是前小后大，计算2的1次方、2的平方、2的3次方，就是你在计算 S 时，2的1次方、2的平方、2的3次方这些家伙出现的次数都是最大的。就是你对于2的平方这一项，你最多你这个编号2的家伙后面最多只能有 n 减2个比你大的数嘛，所以你最多被计算 n 减2次，然后这是最大的情况。此时
S 的最大值是等于2的1次方乘以 n 减1 2的平方乘以 n 减2一直到2的 n 减1次方乘以1，它等于2倍的2的 n 次方减 n 减1。然后最小值呢，它显然在排列 n 减1 n 减2，然后一直到1处取得，最小值是0。所以最多当然只能操作2的 n 次方减 n 减1步了。这就是简单的加一个权，然后把这个问题处理掉的办法。然后构造还是抄刚才那个构造。这就是排序问题的传统思路了。然后它就是给它加一个权来处理复杂的情况。然后我们讲一下问题4。他写的什么鬼东西？他说 n 乘 n 里面你放了一大堆1乘2，然后1乘2互相不重叠，然后呢每行每列，每行每列所存在的骨牌的数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呢，要你证明对一切 n 大于等于3都存在合理的方法，而且问你合理的方法至少需要放多少个？简单的计数问题。我们设每行每列均有 k 个1乘2，然后呢，总共放了 m 个1乘2，然后你注意到每一个1乘2都会在3个行列中被计算。所以我们有2n 乘上 k 等于 3m。 好，那么他问你 k 至少是多少，这显然跟这个 n 是不是否被3整除有关。若3整除 n， k 至少是2/3，然后呢他问的是 m 至少是2/3， k 呢取1的时候是取得这个值。然后如果3不整除 m 呢，3不整除 n，m 至少是2n， 然后 k 等于3的时候取得。因为你用 k 比较容易看出来有没有取到这个东西。然后下面就是无聊的构造时间。3整除 n， 首先 n 等于3的例子是比较显然的，你就这样画一个1乘2，这样画一个1乘2，对吧？这就是 n 等于3的例子。
然后呢 n 等于6或者是其他更一般的呢 n 等于 3t 的例子呢，很简单，你把刚才那个3乘3的例子斜着画就行了。这是一个3乘3的例子，然后沿着对角线又是一个3乘3的例子，然后再来一个3乘3的例子，完事儿了。这样当然是每行每列各一个了。然后3不整除 n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追求 k 等于3的例子。好，然后那么4乘4的例子，你稍微算一下嘛，16格必须全放满的，所以横着2个1乘2，竖着2个1乘2，竖着2个1乘2，横着2个1乘2。很显然每行每列都是3个。然后5乘5的例子呢，1乘2 1乘2，竖着1乘2，横着1乘2，这样围成一圈。这样的话呢，最外面的行和列都确实有3个了，然后里面那个3乘3呢，每行每列差一个，所以赶紧补上一个3乘3的构造就行。哎，这不就可以了吗？这是一个5乘5的例子。然后为了构造方便，我们还得画一个6乘6的例子。6乘6 k 等于3呢，这也很容易的。前2列在前3行画，中间2列在后3行画，最后2列竖着画。每列都是3个，然后每行也是3个，这没问题的，对吧？这是6乘6的例子。然后7乘7的例子呢，横着画3个，竖着画3个。好，这样第一行第一列都解决了，剩下这个6乘6不就只需要每行每列各一个吗？这又是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嘛。每行每列需要2个，需要2个，那也只是简单的改造就可以了。你就把原来那个3乘3的图形画4个进去。这样每行每列也都是3个。然后你很明显，只要有了4乘4、5乘5、6乘6、7乘7，你用对角线大法是可以得到一切大于等于4的例子。对吧？就解了。这就做完了。简单的构造性问题。好，那我们就下课了。